各位叔叔阿姨、老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道，我是蔡志林。今天想和大家掏心窝聊聊养老钱、退休金该怎么存。这笔钱是我们的靠山，怎么存的既安全又能让利息跑赢通胀，里头学问很深。可能很多老朋友觉得存钱有什么难，存3年定期不就行了？如果您这么想，请一定听好我今天的话，这里头的弯弯绕绕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前阵子我和一位在银行干了30年的老主管聊天，他透露了一些银行内部明白却不会主动告诉储户的实话，我听了背后发凉。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最常用，觉得最稳妥的存钱方法，恰恰是银行最喜欢但对您风险最高的一种。所以今天我必须说清楚，咱们的退休金千万不能再那么存了，轻则利息少一大半，辛苦钱悄悄缩水，重则急用钱时取不出，或取出就亏本。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事。请您放下手边事，仔细听好接下来的话。那咱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个最危险但最多人正在用的存钱方法到底长什么样。这个画面大家肯定不陌生，咱们终于退休了，单位给结了一笔几十万的退休金，或者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手头有了100来万，心里琢磨着这笔钱是养老的根，近几年应该用不上，那肯定要找个利息高的长期定期存起来才划算啊。于是咱们到了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或者更有经验的经理都会特别热情地迎上来，阿姨、叔叔，您这笔钱不少啊，存3年期或者5年期吧，利率最高，最划算了。咱们一听，觉得人家说的在理啊，同样的钱，利率高一点，几年下来能多出不少利息呢，这好事哪儿找去？于是咱们大笔一挥，心满意足地把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全部家当，统统变成了一张3年或者5年的定期存单。小心翼翼地把存折或者存单收好，觉得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心里特别踏实。朋友们，如果您 exactly 就是这么操作的，那么志林必须郑重地告诉您，您可能已经一脚踏进了银行最希望您走进的完美陷阱里了。这个陷阱设计的精妙，表面上看对你百利无害，实际上藏着2把锋利的刀，而这2把刀的厉害之处，银行的人在劝你存钱的时候通常是轻描淡写，甚至绝口不提的。这第一把刀叫做流动性陷阱，说句大白话，就是你的钱被冻住了，变成了一块好看但不能随时吃的冻肉。咱们中国人老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计划的再好，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证，未来3、5年里，家里一定不会遇到急需用钱的突发状况吧？孩子结婚买房，老人生病住院，自己身体出点状况，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志林我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我一位姓陈的老同事，前年光荣退休，拿到了一笔150万的退休安置费。他也是听了银行经理的话，觉得3、5年用不上，就图那高利息，把150万一次性全存了个3年定期。结果去年他女儿要出国深造，有个很好的机会，但需要一笔不小的保证金和时间。老陈想着这是孩子的前途，必须支持，就拿着那张3年期存单去银行，想提前取出一部分来。您猜银行怎么说？陈先生，您这是3年期定期，现在才过了1年半，如果提前支取，所有的利息都不能按当初约定的3年期利率算了，只能按照支取日当天的银行活期挂牌利率来计息。各位，您知道现在银行的活期利率是多少吗？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0.点几。老陈当时拿着计算器一按，整个人都懵了。他本来想着存了1年多，怎么也得有好几万利息，结果银行一算，提前支取的利息可能就几百块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这150万白白给银行免费用了1年半，自己几乎啥也没捞着，损失了超过90%的应得利息。老陈气得血压都高了，但白纸黑字的存款协议上写得明明白白，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这就是流动性陷阱最杀人不见血的地方，他在你最需要钱、最着急的时候，用高额的利息损失作为惩罚，逼你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你就忍痛牺牲掉几乎所有的利息，把钱拿出来应急，要么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或者拉下脸去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我们把钱存进银行，图的不就是个安全，随时能用的安心吗？
结果因为这个错误的存法，反而把自己陷入了被动和窘迫的境地。所以把所有的钱一次性梭哈，存成一张长期的死期存单，这是管理大额资金，特别是养老钱的第一大忌。如果说第一个陷阱还只是让咱们肉疼，损失的是利息，那么志玲接下来要说的这第二个陷阱就更隐蔽、更危险，它可能让你骨头痛，伤及你的本金。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钱可能取不出来或亏本金的核心原因。这个陷阱常常披着热情和为你着想的外衣出现。当你带着一笔钱走进银行，说要存定期时，有些理财经理或客户专员会特别热情地把你请到 VIP 室，端茶倒水，跟你嘘寒问暖，聊聊退休生活，态度好得不得了。聊着聊着，他们会不经意地跟你说，阿姨叔叔，我看您这笔钱要是只存普通定期，真是太可惜了。现在利率一直在降，那点利息跑不赢通胀啊。我们银行刚好推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也是保本安全的，但收益比定期高多了，年化收益能达到 4%、5%甚至更高呢。好多像您这样的客户都买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听到高收益、保本安全，又是穿着银行制服的工作人员推荐，警惕心一下就放松了。心里想，反正是放在银行，利息高那么多，还是银行的人说的，能有啥问题？于是在对方一番贴心的指导下，签下了一堆自己可能根本没仔细看的文件。朋友们，魔鬼就藏在这些细节里。你签的那些文件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定期存款合同，而是另外两种东西。第一种叫储蓄型保险，第二种叫银行理财产品。这两样东西听起来好像跟存款是一家，但骨子里是天差地别。咱们先掰扯一下这个储蓄型保险，它的本质是保险，不是存款。它通常会有一个非常长的封闭期，或者叫保险期间，短的5-6年，长的10年、20年。在这个期间内，你要是想把钱拿回来，那不叫提前支取，而叫退保。保险合同的退保代价可比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很太多了。你很可能不仅1分钱利息拿不到，连你的本金都要被扣除高额的退保手续费，直接造成本金亏损。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钱会取不出来，或者取出来就亏的第一个雷区。你的钱被一纸长期保险合同给锁死了，提前出来就要割肉。再说说银行理财产品，这就更不一样了。理财产品的本质是投资，它既不保证本金绝对安全，也不承诺固定收益。银行推荐给你的可能是挂钩基金、债券、外汇甚至更复杂金融工具的产品，它的净值是随着市场行情波动的。行情好的时候确实可能赚钱，但行情不好，它的价格就会下跌，你的本金就会出现浮亏。等你真急着用钱想赎回时，可能发现当初的100万市值只剩下95万、90万了。这叫做非保本浮动收益，风险完全由你自己承担。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两样东西风险都比存款大，为什么银行的人还要这么卖力的推销给你呢？答案很简单，高额佣金和业绩考核。对他们来说，成功推销出一份保险或者一款理财，拿到的提成和奖励比办理一笔普通定期存款要高出几十倍、上百倍。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一些不那么专业或者不那么有职业道德的销售人员就会故意模糊概念，用和存款一样安全、保本产品之类的话术来诱导我们这些对复杂金融产品了解不多又信任银行的老年朋友。那我们该怎么办才能保护好自己呢？其实方法特别简单，志玲教您一句护身金句，就像照妖镜一样，能让所有花里胡哨的陷阱现出原形。以后不管银行的工作人员把产品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您就看着他清清楚楚、认认真真地问一个问题，请问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它是不是银行存款？它受不受咱们国家存款保险条例的保障？这个存款保险制度是国家给咱们普通储户的定心丸和最后防线。它规定你在同一家银行的所有存款本金和利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即使这家银行倒闭了，保险基金也会全额赔付给你。但是请注意，储蓄保险和银行理财产品是绝对不受这个制度保障的。当你问出这个问题时，如果对方开始眼神闪烁、含糊其辞，说什么这个虽然不是存款，但我们银行信誉好，产品也很安全，
之类的话，那你心里的警报就要立刻拉到最高级别。不管他说的多么动听，你都只需要温和而坚定地重复：谢谢，我今天就是来存定期存款的。记住并用好这句话，就能帮你挡掉 99% 的误导销售陷阱。好了，说了这么多，不能这样，要小心那个。给大家点了这么多风险，我知道很多老朋友心里肯定开始打鼓了。志玲啊，听你这一说，我都不敢去银行存钱了。那我们的退休金到底该怎么存，才是既聪明又绝对安全的法子呢？别急别急，接下来就是今天干货中的干货，是志玲从老银行人那里学来，自己也亲自实践过的压箱底妙招。我要分享一个真正内行人才懂的存款方法，它能一把解开前面我们说的所有死结，让我们的养老钱既能稳稳享受长期定存的高利息，又能像活期存款一样保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这个聪明的方法就叫做阶梯存款法，也有人叫它循环存款法或者金字塔存款法。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但操作起来简单的不得了，一学就会。志玲给您举个具体的例子，您一听就明白。假设您现在手头有一笔30万元的退休金，准备存到银行，按照那个错误方法，您可能就是把这30万一次性存成一张3年期的定期存单。但现在咱们要用阶梯存款法，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叫做分钱，咱们不搞一把梭，而是把这30万元平均分成3份，每份就是10万元。第二步叫做搭梯子，咱们拿着这3份10万元，在同一天去银行办理3张独立的定期存单，第一张10万存1年期，第二张10万存2年期，第三张10万存3年期。好了，当您拿着这3张存单回家的时候，一个坚固无比的财富阶梯就搭建成功了。现在咱们来看看这个阶梯的神奇魔力在哪里。时间过得很快，1年转眼就到了，这时候您那张1年期的10万元存单是不是就到期了？这个时候主动权就完全在您手里了。如果家里平平安安，没有急需用钱的地方，您就可以把这到期的10万元连本带息一起再转存成一个新的3年期定期。如果家里正好需要一笔钱用，比如孩子需要，或者想添个大件，您就从容的把这笔到期的钱取出来用，丝毫不会影响其他2张存单的利息。又过了1年，也就是总共的第2年年底，您当初存的那张2年期的10万元存单也到期了。同样，根据当时的需要，您可以选择转存3年期，或者取出使用。妙就妙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从第3年起，一个完美的自动循环就开始了。因为您第1年到期转存的那张3年期存单会在第3年到期，第2年到期转存的那张会在第4年到期，如此循环往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第3年开始，您每年都会有一笔10万元的3年期定期存款到期，您每年都拥有一次重新规划和动用这笔钱的机会。您看明白了吗？经过这样一番简单的操作，您所有的30万元资金最终都享受到了3年期定期存款的相对高利率，但同时您又拥有了每年都有一笔钱到期，可以灵活支取的超高流动性。这就好比您既有了一支长期稳定的收益部队，又始终保留着一支可以随时调动的现金预备队。阶梯存款法的精髓就在于此，它完美的融合了高收益和高流动性这2个看似矛盾的优势，让我们的养老钱真正进入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最佳状态。您还可以根据自己资金量的大小，灵活调整阶梯的级数。比如您有50万，可以分成5份，分别存1年、2年、3年、4年、5年期，搭建一个更绵密、到期节奏更频繁的5级阶梯，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方法才是真正把财富的掌控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大智慧。它不需要你去研究看不懂的 K 线图，不需要你去承受股市的惊心动魄，只需要你在最初存款时多花那么一点点心思，做一个简单的规划，就能让你退休金的安全性和实用性立刻提升好几个档次。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志玲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从银行存款的暗坑聊到了守护咱们养老金的巧方法，咱们最后再一起捋一捋最重要的几点。首先，一定要避开那个流动性陷阱，千万别再把所有的养老钱一次性全部存成一张长期的定期存单了，那等于把自己资金的灵活性亲手给锁死了。
遇上急事代价太大。其次，一定要擦亮眼睛，警惕银行里那些被包装成高息存款的储蓄保险和理财产品。牢记那句护身口诀：这个产品受存款保险保障吗？不合规的推荐，坚决说不。最后，强烈建议大家学会并使用那个阶梯存款法，通过分期存款，为我们辛劳一生攒下的积蓄，构建一个既安全生息，又随时可用的坚固港湾。志霖我真心实意的希望，今天的这番话能实实在在的帮到屏幕前的您，还有您关心的家人朋友。咱们的钱，每一分都浸透着几十年的汗水和故事，它是晚年尊严和幸福的基石。学会如何科学的守护它，是咱们退休后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如果您觉得志霖今天说的这些对您有一点点启发和帮助，那我恳请您动动您发财的手指，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的家人群、老友群，特别是分享给那些和咱们一样正在规划或已经开始退休生活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您的一次随手分享，传递的不仅是一份关心，更可能帮他们避开一个潜在的财务大坑，守护住一整晚的安稳睡眠。这里是健康之道，我是您身边的朋友蔡志霖。财富的健康是身体健康的基石，让我们一起学习智慧，安稳生活，拥抱健康丰盛的晚年。感谢您的耐心聆听，咱们下期再见。